接下来的几天，极光不再是每晚准时出现。叶晨在极地等了1周，才等到2次极光。为了得到更多的大日如来手印，他2次一共耗费了4枚培元丹。从神秘事物那里交易来了另外32道手印，64道手印，让灵气增长的效率再次提升了1倍有余。虽然丹药只剩下6颗，但叶晨还在期待着极光的出现。只可惜，来自北大西洋的暖流让北欧北部的气温开始快速回暖，积雪也开始逐渐融化。海伦娜告诉叶晨，北大西洋暖流一来，就预示着漫长的冬日结束了。冬日结束，同样预示着极光在北半球的表演也告一段落。再想看到北半球的极光，就要等到今年年底北半球的冬季再次来临。极光没了，留在北欧也就失去了意义。但叶晨觉得，如果自己体内的神秘事物传授给自己的手印真的是大日如来手印，那以着大日如来的神通，自己学到的64道手印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。强大的求知欲就像是一道无形的大手，推着他的身心只想不断向前。可是他一时间也不知道，除了极光，还有什么其他的载体能够供神秘事物操控。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转战南极。眼下南半球已经入冬，已经到了极光的季节。而且林婉儿告诉叶晨，每年的3月和9月，对南极来说，地球磁场与太阳风的夹角处于极光产生的最佳状态。这2个月里，太阳粒子更容易进入地球的大气层，所以这2个月的极光活跃度以及亮度都是最高的，是观测极光的最佳时机。眼下恰逢3月中旬，于是叶晨便立刻询问海伦娜，北欧在南极建有科考站吧？海伦娜点点头，说北欧在南极圈有3个科考站，不过都是夏季站，只有夏季才会派人过去，入冬的时候就都封存站点，撤回科研人员了。叶晨问道，那也就是说，这几个站点现在都已经无人值守了？应该是。海伦娜说，具体情况我还要向相关部门了解一下。言罢，他掏出手机道，叶先生稍等，我打个电话。叶晨轻轻点头，海伦娜便将手机拨给了一位内阁成员。在咨询之后，他告诉叶晨，叶先生，我刚才问了具体情况，这3个科考站目前已经季节性关停了2个，还有1个在做初冬测试，为明年改为常年站做准备。目前那里有4名工作人员，他们会在近期启程回国。我们的科考船现在已经在阿根廷的港口准备了，有一些物资和新的设备要运送到科考站。工作人员将设备安装调试完成之后，会随船离开南极。叶晨问他，能不能安排我跟着科考船一起去南极？等你们的人撤走之后，我在那里借住一段时间。海伦娜有些惊讶地说，叶先生，现在南极圈温度已经很低了，科考站附近已经到了零下40度，极寒时期会下降到零下70度甚至更低。您留在那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叶晨说，危险倒是应该不会，主要是借住在你们的科考站里，这件事是否可行？海伦娜想了想，说，具体是否可行，我现在也不确定，原则上直属管理部门肯定不会同意，我可以想办法试试能不能斡旋一下。林婉儿在一旁说，公子直接提出要借住在国家级科考站里，恐怕任谁负责都不会同意。这不仅涉及公器私用的问题，还有诸多安全隐患，想来正常途径不会开这个口子。这倒是，叶晨感叹，只是南极正值冬季，气候恶劣，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，肯定很难生存下去。就算我能勉强抗住，你和云小姐、宋小姐恐怕也扛不住。林婉儿说，不如换个思路推进一下，比如让海伦娜帮忙打个招呼，让我们先赶到阿根廷追上那艘科考船，只说是搭个顺风船去南极转一转，然后就跟船回来。想必这种后门开一开还是很容易的。等到了南极之后，公子可以用心理暗示，让他们正常完成他们的工作，然后撤离。
默认我们留下，并且不对外宣扬。叶晨轻轻点了点头，这也是个办法。不管怎么样，先去了再说。海伦娜赞同地说，林小姐的办法还是可行的。科考站封存之后，很长时间就是一个被遗忘的状态。只要涉事的那些人回来之后不乱说话，国内的相关人员是不会知道具体情况的。而且明年开战之后，还是这些一线科考人员过去，只要他们能保守秘密，就不会有人知道。叶晨打了个响指，就这么办吧。辛苦海伦娜，你帮我们沟通一下，我们去阿根廷追那艘科考船。海伦娜点点头，又问他，叶先生，如果你们要留在那里，等科考船走了，未来几个月时间，你们可能就要留在南极洲了。想回来的话，恐怕没有船能接你们。没事，叶晨道，主要是为了闭关修炼，沉浸其中的话，几个月时间，想来一眨眼就过去了。说罢，他看向林婉儿，道，林小姐，南极洲的环境应该比这里恶劣得多，进去容易，出来难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，先回金陵？林婉儿摇摇头，奴家自己回金陵，肯定也是终日挂念公子，做什么都难静下心来，如此还不如与公子同去。公子闭关的时候，奴家可以看看书，写写字，怎么都能应对过去。海伦娜听得心惊，她听得出林婉儿话里已经丝毫不掩饰对叶晨的感情，心中还很是诧异，林婉儿这么小的年纪，怎么就会喜欢上叶晨这个年近30的男人，更理解不了叶晨为什么始终把他带在身边。叶晨自己倒是能明白林婉儿对自己的那份依赖，他这么多年来都是一个人扛下一切，不仅如此，还有许多孩子依赖着他，他必须坚强并且负重前行。现在他不用再照顾那些养子养女，也不需要为其他人承担责任，反倒是更像个小姑娘。而且现在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她的安全，他也终于可以体会到轻轻松松的生活状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对自己多几分依赖也是正常。况且他自己心里也觉得，林婉儿若是愿意随自己一同去南极，反倒是最好的结果。他心里也隐隐担心，如果自己不在林婉儿身边，林婉儿会遇到危险。于是他便爽快地对林婉儿说，既然如此，那林小姐可以多备一些生活和娱乐用品，免得在极地生活太过无聊。海伦娜在一旁说道，南极入冬之后，越靠近南极点的地方，日照时间就越短，等到了5月份，基本就进入极夜状态了。极夜会持续2个多月，冰天雪地又一直暗无天日，生活应该是很苦闷的。林小姐还是尽量别去遭那份罪。林婉儿倒是不在意，微笑着说，能陪着公子，又怎会觉得苦闷呢？若是让你去，你愿意吗？海伦娜哪想到小姑娘竟然这么直接，一个反问立刻把自己闹了个大红脸。是啊，南极圈天寒地冻的，动不动还长时间极夜，几个月不见太阳，没事谁乐意去那里待上几个月？可是一想到能跟叶晨一起待几个月，那苦闷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但她心里也很清楚，自己一个女皇，在国人面前消失几天没问题，只当是休个假，可要是消失几个月，国人还不得疯了。一念至此，海伦娜心里郁闷地想，要不我还是退位吧，这破女皇谁爱当谁当，我是一天也不想当了。